这只帅气的黑熊正在树上欣赏美景，突然有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闯入了他的地盘。阿勒格尼山脉有着绵延8000多平方公里的崎岖山林，想要在这里生存，不仅要适应变化莫测的天气，还要时刻预防黑熊的袭击。此次马特和乔就被空降到了这里。刚开局俩人遇上了暴雨天气，没有雨衣和雨伞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个庇护地。眼拙的马特看到一块突出的岩石，走近查看一番，刚好可以容纳2个人。他认为可以在这里休整一晚，但乔却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黑熊的巢穴，万一黑熊欣赏完美景回来，自己岂不就成了瓮中之鳖？于是俩人决定再做打算。事实证明乔的想法是对的，还没走上几步就踩到了一坨熊粪便。他让马特闻一闻是不是新鲜的，不用多说，黑熊肯定在附近。于是俩人加速了离开的步伐，在黑暗中转悠了一大圈，依旧没能找到合适的庇护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选择一块空旷地，把树叶全部围在一起当做床铺。俩人凑在一起相互取暖，度过这寒冷的一晚。天亮后，他们开始查看地图。由于这里的地形过于复杂，就连我们的野外生存达人也懵逼了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地图的方向寻找图上的河流。但在出发之前，乔还有工作要做。他要砍伐一棵小树，制作一根可以对付黑熊的长矛。为了使矛头更具杀伤力，俩人开始在枯木上疯狂的摩擦。摩擦产生的热量可以让矛头更加坚硬。手上有了趁手的武器后，乔心满意足的和马特出发了。途中遇到了一棵板栗树，这对于他们来说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东西。于是马特和乔在地上捡起了板栗，以备后面找不到吃的。随后继续前进。这次俩人在树上发现了黑熊的爪印，看着爪印的高度和深度，足以说明这头黑熊的体型和力量都很骇人。马特和乔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吓得俩人沿着灌木丛一路狂奔。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在前方发现了一处排水沟，他们打算跟着这个排水沟走，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河流。果然俩人找到了一条小溪，但这并不是地图上的河流。眼看太阳就要下山，二人也顾不得什么小溪河流了，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过夜才是重中之重。吸取了昨晚挨冻的教训，马特想要搭建一个豪华庇护所。有了框架之后，他又找来一些树叶搭在上面，一个完美的斜坡式庇护所就完成了。另一边的乔找到了传说中的白化绒，这东西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是极其容易燃烧，很适合当做生火的火绒。接着他又来到了小溪边寻找石英石，利用小刀敲击它可以产生火花。等回到营地后，乔就开始为生火做着准备，先将白化绒切得稀碎，然后再把它放在石英石上敲击，一瞬间火花四射，但火花并没有将白化绒引燃。此时天色越来越暗，气温也越来越低，而乔也在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生火。每一次眼看就要成功时，火绒就会熄灭。在经历过无数次的尝试后，终于点燃了引火物。来到这里已经有2天了，二人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，于是赶紧拿出板栗放在火上烤制。在凛冽的寒风中能吃上一顿烤板栗也是极为不错的。但乔并不满足于此，他要出去布置陷阱，希望可以改善一下伙食。先是找到了动物走动的小道，然后将绳索的一端绑在小树上，另一端则是做出一个套索，最后再把套索连接到地面的触发器上。这样猎物一旦碰到触发器，就会被树枝弹到空中。为了增加捕获猎物的概率，乔又去布置了几处陷阱。经过一夜的等待，乔兴致勃勃地去检查陷阱。第一个没有触发的痕迹，第二个被触发了，但是没有捕获到猎物。随后他又查看了几个陷阱，都是一无所获。直到剩下最后一个时，乔既紧张又兴奋地走近。这次陷阱捕获了一只袋貂。乔拎着沉甸甸的早餐返回庇护所，一通收拾后，俩人沐浴着清晨的阳光，吃上了烤肉。这小日子简直美滋滋。补充完体力后，马特和乔再次出发了。他们打算沿着小溪寻找河流，但小溪边的路并不好走，不仅十分的湿滑，还越来越陡峭。好在俩人身手敏捷，有惊无险地走过了这段路。为了防止接下来的路程找不到水，马特拿出塑料袋装了一些溪水。接着他们重新返回了树林。这时视野里出现了一棵倒下的粗树，等到走近后，俩人浑身直冒冷汗。原来这棵粗树是被黑熊推倒的，树上还留有很明显的熊爪痕迹。此地不宜久留，马特和乔立马加快脚步离开了这里。树上有一个木质的平台，这应该就是猎人留下的庇护所。身手敏捷的乔打算上去查看一番，只见他左手换右手，两腿一蹬就爬上了树，在树上发现了猎人遗留下来的猎枪子弹壳和一个漏洞的窝。乔看着现成的庇护所，产生了偷懒的想法，决定就在树上度过一晚。但是这里昼夜温差太大，庇护所又在树上，他们必须要制作一个暖炉才能度过今夜。马特将烧热的石头放进锅里，然后用绳索递给了树上的乔。乔将自制的暖炉放在大腿之间。今晚他不想和马特互相取暖，马特只好一个人钻进了树叶窝里。遇上这种不通情达理的队友，马特也真是有苦说不出。随着天色暗了下来，俩人早早的入睡了。天刚刚亮，马特和乔就收拾好继续出发。在树林里走了大半天，周围的树木越来越稀少，前方也出现了一个断崖。俩人发现下面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河流，可是想要到达河流处，就必须想办法下去。经过一番商讨，他们决定用一个比较冒险但速度最快的方法。只见二人掏出绳索，将一端绑在身上，另一端则是绑在了树上。
想要通过几棵树的摩擦来降低下降的速度。乔一马当先，慢慢的从悬崖上下降，眼看就要下到断崖底部时，突然一块石头松动脱落，好在乔身手敏捷，躲过了一劫。在提心吊胆中，总算是踩到了地面。接下来轮到马特，有着丰富攀爬经验的他身手更加灵活，眨眼的功夫就顺利来到了悬崖底部。俩人朝着河流的方向前进，很快就看到了地图上标记的河流。沿着河流走了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听到了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，在野外这明显不符合逻辑。马特和乔顺着声音跑进了一片树林中，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老人正站在房子前，疑惑地看着他。这久违的亲切感，原来就是获救的感觉。此刻俩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个充满黑熊的地方。